第21章山中之症。祖老的脚步声很轻，却让整座七凤山都像是静了下来，在侧耳倾听。他转身时，没有再看满地狼藉，也没有再看伏地的族人，只顺着山径朝林深处缓缓走去。龙松低着头，单膝仍未起身，直到那道苍老的背影彻底被层层树影吞没，才长长吐出一口浊气。都散了。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受伤的山民被人搀扶起来，有人低声抽泣，有人咬牙忍痛，却再没有人敢多看思夜一眼，更没有人再提洞中那头熊。方才的狂妄、血气与贪念，都被那一句够了硬生生压回了山里。林间逐渐恢复安静，风重新流动，枝叶相互摩挲，沙沙作响，像是整座山终于缓过一口气。只剩下洞口前的思夜，以及洞内的不语。祖老停在一株老松前，那是一棵极老的松树，树干扭曲盘结，树皮裂开如甲，粗大的树根裸露在地表，宛如一条条沉睡的老龙。它立在山脊之上，不知看过多少人来人往，又送走过多少无声的故事。祖老抬起手按在粗糙的树皮上，这棵松活了300多年，声音低而缓，像是在说一段与眼前无关却又无比贴近的旧事。龙松站在一旁，没有插话，只静静听着。当年山外大乱，有人带着孩子进山避祸。祖老继续道：那孩子身上也有一件信物。龙松心头一震，祖老的意思是……祖老没有回头，只淡淡地道：那不是山外的东西，是我们隐龙族的旧物。这一次，龙松再也无法掩饰神色。隐龙族避世已久，真正流落在外的族物屈指可数，而能被称为信物的，更是只属于那些被刻意抹去、不愿再被提起的支脉。他氏族中哪一支？龙松压低声音问。族老沉默了很久，久到山风绕过老松，发出低低的呜鸣。现在还不是时候说。他收回手，像是将某段往事连同情绪一并按回年轮深处。他自己不知道，但山知道。这句话落下，庞佛替某段被封存已久的历史重新盖上印记。洞口，不语正蹲在母熊身旁，他小心翼翼地替驼把药敷好，又用布条重新缠紧。母熊低低地哼了一声，却没有挣扎，只用湿润的鼻子轻轻拱了拱他的手。乖，不语下意识地说了一句，语气柔软的连他自己都微微一怔。小熊们围在一旁，好奇又警惕地看着思夜。思夜站在不远处，双臂抱胸，神情依旧冷淡。其中一只小熊试探着往前走了2步，又停下来，歪着头看他。思夜低头瞥了一眼，别咬，语气很淡。小熊自然听不懂，却像是察觉到什么，缩了缩脖子，又退回不语身边。不语忍不住笑了一下，你看，你比我还吓人。思夜没有回话，只是目光落在他脸上的时间明显多停了一瞬。不语站起身，拍了拍手，转头看他。刚才那个老爷爷，他皱了皱鼻子，语气带着一点放松后的娇气。他看我的眼神很奇怪，像是在盘算什么。思夜一怔，随即唇角极轻地动了一下，不像坏事。那你觉得是什么事？很久以前的事。不语眨了眨眼，忽然笑了。那不也挺好？他往前走了2步，站到思夜面前，仰头看他，眼神不再躲闪，也不再试探。思夜，如果有一天他们突然说我不是我了。他想了想，又补了一句，你会不会觉得我很麻烦？思夜看着他，这一次他几乎没有犹豫。你就是你。不语怔了一下，随即笑得眉眼弯起。那我就放心了。他伸手理直气壮地拉住他的袖口，我现在可是你的大麻烦。思夜低头看了一眼他的手，没有挣开，一直都是。不语哼了一声，语气却带着掩不住的轻快。那你可得负责。我说过，我会负责。这一次他说得很稳。不语松开他的袖子，下意识按住怀中的信物，那枚东西依旧冰凉，却像是被什么唤醒，贴着胸口，隐隐传来细微的脉动。夜色渐沉，思夜独自站在洞外，看着层层叠叠的山影。
今日与龙松一战，没有分出生死，却在他心中留下了一条清晰的痕迹。山不只是重，而是稳，是承载，是让万物在其上站住，而不必彼此践踏。他闭上眼，夜风拂过山林，却像是被隔在很远的地方。世界在他意识中慢慢褪去，只剩下方才那一战，不是回忆，而是重现。在他的脑海里，山影铺开，一片空旷，有2个思叶站在其中，一个是方才与龙松交手的自己，另一个则更冷静，也更安静，像是在旁观，又像是在等待出手。第一个思叶踏前，拳出，脑海中的龙松随之而动，厚重的拳势如山压下，没有花巧，只有无可回避的重量。那一拳他记得很清楚，不是因为痛，而是那股力量让他第一次真正明白什么叫站不住就会被碾碎。第2个思叶动了，没有迎上去，而是侧身贴近，顺势而行。那不是逃，而是沿着山势行走。拳与拳在意识中再次相撞，这一次他清楚地看见，当力量叠加到某个程度，必然需要转换，而转换之间，山势会出现极短的一瞬空隙。第1个思叶停住，第2个思叶却已经一步踏入那道空隙。不是重击，而是准确；不是要破山，而是借山。画面在脑海中反复推演，1次2次，每一次2个思叶都在对战，一个出手，一个拆解，一个代表过去只知道撑住与不退，另一个正在学会如何让力量落地生根。渐渐的，那2个身影不再对立，而是慢慢重叠，权势不再外放，气息不再急促，武之力在反复的推演中一点一点改变了形态，不再只是锋芒，而是厚度；不是向前展开一切，而是站在那里本身就成了一道界限。思叶的呼吸随之变得绵长，子午阴阳诀在体内运转，阴阳不再对冲，而是层层相扣。武之力不再急于外放，而是慢慢下沉向山，不是为了压人，而是为了让身后的人有地方可退。思叶睁开眼，他心里很清楚，方才在意识中的推演只是一个轮廓，山势已现，却尚未成型。那2个在脑海中对战的自己，不过是在替未来铺路。真正让武之力沉实如山，与自身完全相融的时刻，还在后面。他忽然有种感觉，这座山正在看着他，而洞内那名女子，与他怀中的信物，终将把他们带向一条无法回头的路。第22章，夜谈入山。夜深，七凤山真正的夜来得比山外早，不是因为天色，而是因为声音。当最后一声鸟鸣消失，林间的风声重生，枝叶摩擦的细响便慢慢占满世界，像一层看不见的幕，将山外的一切隔在很远的地方。山里的夜并不寂静，却让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被包围在某种更巨大的存在之中。不语坐在洞内，抱着膝，背靠石壁，火堆烧得不旺，却很稳。橘红色的火光在洞壁上跳动，把影子拉得忽长忽短。母熊已经伏下休息，小熊蜷在驼腹侧，偶尔发出细小的鼻音，像是在做梦。这样的画面本该让人安心，可不语却怎么也睡不住。他低头看着自己胸口的位置，那枚信物贴着肌肤，今晚格外安静，却也格外清晰，像是在提醒他，有些事迟早会被说起，有些路也迟早要自己走。他轻轻吐出一口气，正准备换个姿势，洞口外忽然传来脚步声。睡不着？思叶的声音响起。不语抬头，看见他站在洞口外，夜色在他身后铺开，像一层深色的披风，将他的身影勾勒得格外分明。有一点，他没有否认。思叶走进洞内，在他不远处坐下。他坐得很随意，却刚好挡住了洞口灌进来的冷风。这几日来，他们早已习惯这样的距离，近到能感觉到彼此的存在，却不需要刻意确认。不语侧头看了他一眼，忽然开口：“你觉得他会再来找我吗？”他没有说是谁，思叶却听懂了。
会。回答依旧简短。不语轻轻叹了一口气，却没有害怕，只是有些无奈。那你呢？他偏头看他，语气像是在聊天，又像是在确认什么。你会不会真的有一天觉得我很麻烦？思叶转头，火光在他眼中跳动了一下。你还在想这个？总要想清楚。不语笑了笑，不然哪天被你丢下，我都不知道该怪谁。思叶没有接话，他伸出手，把他散落在肩上的一缕头发轻轻拨到后面，动作很自然，没有迟疑，像是早就该这么做。不语怔了一下，脸颊微热，却没有躲开。就在这时，洞外忽然又传来脚步声，不快，却沉稳。思叶抬头，眼神瞬间冷静下来。不用紧张。一道苍老的声音在夜色中响起。祖老站在洞外的阴影里，身形被夜色吞去大半，只留下一双清亮而深沉的眼。思叶起身，不语也跟着站了起来，却被思叶不动声色地挡在身后。祖老将这一幕看在眼里，没有说什么，只是轻轻点了点头。我不是来找你。他的目光越过思叶，落在不语身上。我是来找他的。不语心头一跳，他下意识地抓紧了衣角，却没有退。老爷爷找我。祖老向前走了一步，火光照亮了他半边脸。坐下说吧。祖老没有立刻提醒我，他先问了不语一些很寻常的事。从哪里来？一路走到这里，用了多久？路上有没有后悔过？问题不尖锐，却一个比一个实在。不语想了想，没有敷衍，一一回答。他慢慢察觉，这位老人并不是在审问他，而是在听他这个人，听他是不是那个被山记住的人。直到火堆里的柴发出轻微的爆响，祖老才再次开口：你身上的东西。他说你一直带着。不语点头，沉默了一瞬，还是将信物从怀中取出。火光之下，那枚信物静静躺在他掌心，并不华贵，却自有一股说不出的沉静。祖老没有伸手去碰，只是看着，看了很久。当年他缓缓说道，有人不想让他再被人记起。不语的手指微微收紧。为石魔。祖老抬眼看他，因为一旦记起来就会牵动很多人，有些人承担不起。这句话说的平静，却让不语心里一沉。那我该怎么做？他问。不是恐惧，而是选择。祖老没有立刻回答，他转头看向思叶。你呢？思叶迎上他的目光。我留下，没有理由，没有条件。祖老静静看了他片刻，忽然笑了。山也正有此意。入山并不是一句话的事，引龙族不迎外人，但这一夜山路却悄然开了一道缝。雾气在林间流动，风向微微偏转，原本封闭的山径像是被什么轻轻拨开。祖老转身踏入林间，跟上。思叶与不语对视了一眼，没有再问。他们同时起身。母熊抬起头，低低吼了一声，像是在提醒，也像是在告别。不语走到驼身旁，轻轻摸了摸驼的头。我们很快回来。祖老脚步一独，回头看了一眼。驼们也是山的一部分，不必赶走。引龙族的试炼不在场中，而在路上。山道曲折，雾气渐起。思叶走在前，不语跟在他身后。雾中时而传来低沉的回响，像是山在回应他们的脚步。思叶渐渐感觉到体内的武之力正在发生变化，不再躁动，而是沉稳。每一步踏下都像是踩在某个看不见的节点上，既不费力也不轻松。不语则觉得呼吸变得顺畅，丹田深处隐隐有暖流流转，既陌生又让人安心。他不知道那代表什么，只知道自己没有被拒绝。雾气深处隐约传来目光，有审视，有不服，也有沉默的认可。祖老的声音在前方响起，记住，试炼不是为了证明你们是谁，而是要看山愿不愿意留下你们。雾气再浓，山影却愈发清晰。思叶知道，从踏进这条路开始，
他们已经真正进入了隐龙族，而这只是开始。第23章，山不语，雾没有散。在踏入那条被打开的山径之后，雾反而更浓了。它不是忽然涌起，而是一点一点贴上来的，像湿冷的布，无声地附在皮肤上。先是脚踝，再是小腿，最后连呼吸都带着潮湿的重量。视线被层层吞没，方向变得模糊，连脚步声也被压得极低，只剩下自己心跳与呼吸在耳边一下一下回响。不语下意识地放慢脚步，他很快发现自己已经看不清思夜的背影了，只能依稀辨认出前方那个轮廓。明明距离不远，却像是隔着一层无形的水幕，伸手可及，却始终摸不到。这种感觉让他心口微微一震。思夜，他轻声唤了一句。雾气翻涌，前方的身影停了一瞬，却没有回头。我在。声音不大，却很稳，像是一颗钉子，把这片雾气牢牢钉在原地。不语心里微微一松，脚步重新跟上。雾中没有路标，也没有岔口提示，只有一条若有若无的山径在脚下时断时续。有时明明踩在实地上，下一步却像踏进空处；有时看似湿滑的岩面，反而比平地更稳。左老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不是走远，而是庞福本就不该一直走在他们前面。这个念头浮现的瞬间，不语忽然明白了，试炼已经开始了。思夜走在前方，他没有刻意放慢，也没有加快速度，只是依照一种极为原始的本能前行。脚下的土地时而松软，像新翻过的土，时而坚硬，仿佛沉积了数百年的岩层，偶尔会微微下陷，却又在下一瞬承住它的重量。很快他察觉到异样，这条路并不是固定的。当他试图用以往行走山林的经验去判断方向，判断落点时，脚下的触感便开始变得迟滞，像是被什么无形的力量拖住。可当他放弃判断，不再计算，只专注于每一步真正落下的瞬间，反而走得顺了。这种感觉很陌生，却不让人排斥。五之力在体内缓缓流转，不再是外放的锋芒，也不是一触即发的劲气，而像是被压在体内的一块重石，随着呼吸一起起伏。那重量不轻，却并不让人难受，反而让四肢百骸变得踏实。每当他想强行提气，让力量外放，脚下便会一滑。可当他顺着那股沉重行走，让气息自然下沉，整个人反而稳得出奇。思夜忽然想起自己与龙松交手时那种被山势逼住的感觉，那时他是被迫承受，而现在却是主动站进去。他渐渐明白过来，山不需要他证明什么，山只是在看他能不能把自己放在该在的位置上，不是前，也不是后，而是正好。不语走得并不轻松，雾气贴在脸上，带着微凉的湿意，时间一久，衣襟与发梢都变得沉重。可奇怪的是，呼吸却没有因此变乱，反而越来越平顺，胸口隐隐生出一股温热。他一开始还有些紧张，怕跟丢思夜，怕踩空，怕自己哪一步走错，成为被山拒绝的那个人。可走着走着，他忽然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慌。丹田深处那股他尚未完全理解的暖流，正随着呼吸缓慢流动。它不像真气那样奔涌，也不像内劲那样凝实，而是极为细微，却源源不绝。每当他心绪一乱，脚步便会变沉，像被无形的力量压住。可只要他放松下来，不再多想，呼吸自然延展，身体便会自己往前，像是有什么在暗中拖着他。不语不知道那是不是功法，也不知道那是不是自己原本就该拥有的东西。他只知道这条路并没有拒绝他，甚至在某些时刻，山像是在轻轻调整他的步伐，修正他的呼吸，让他不至于偏离。他忽然停下脚步，雾中很静，静的只能感觉到自己的呼吸节奏，绵长而稳定。他下意识地低头看向胸口，那枚信物隔着衣衫贴着皮肤，依旧冰凉。可就在这一刻，他清楚地感觉到，那冰凉之下，有什么正在被一点一点唤醒。不是霸道的侵入，而是缓慢的融入，像水渗进干裂的土地，不声不响，
却再也分不开。随着那股气息一点点渗入体内，不语忽然察觉到一种极其微妙的变化，并非力量暴涨，也不是经脉被强行拓开，而是一种说不清的端正。他的呼吸仍旧平稳，心跳也没有加快，可站在那里，背脊却不自觉地挺直了些。原本因雾气而生的慌乱，在这一刻被压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安静而内敛的从容。那不是刻意为之，而像是久居高位之人早已习惯被注视。不语自己没有察觉，只觉得胸口温热，神思清明，连目光都比方才更稳了一分。可在雾气深处，有几道原本漫不经心的视线，却在此刻悄然一凝，并非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站在那里本身就开始让人无法忽视。不知走了多久，时间在雾中失去了意义，也许只是一炷香，也许已经过了一夜。当雾气终于淡下来时，前方的山影忽然清晰起来。那不是出口，而是一处极为开阔的山腹，岩壁环绕，地势平坦，像是被刻意留下的一块空地。地面布满细碎的石屑，却没有尖锐棱角，踩上去异常稳定。思叶停下脚步，不语也随之停住。他们同时意识到一件事：这一路没有任何人阻拦，也没有任何人指引，山只是让他们走到了这里。下一刻，雾气在四周微微移动，一道道身影无声地出现在岩壁边缘。有人抱臂而立，神情冷淡；有人盘膝坐下，闭目不语；也有人只是远远站着，目光藏在阴影之中。他们没有说话，目光却全都落在场中那一男一女身上。不语的呼吸微微一读，不是因为恐惧，而是一种被无数目光同时落在身上的清晰感。那一瞬间，他没有退缩，也没有下意识寻找思叶的身影。胸口那股温热依旧平稳流转，背脊自然挺直，目光安静地迎了上去。他忽然明白了什么叫被看见，不是被审问，不是被质问，而是被衡量。思叶却很平静，他站在那里，脚踏实地，气息下沉，整个人像是与这片山腹融为一体。直到此刻，他才真正确定，这一路的沉默本身就是试炼，不是为了迷路，也不是为了折磨，而是为了看，在没有指示、没有肯定、没有回应的时候，他们是否还能往前。山不语，但他已经给出了第一个答案。第24章，人不服。山腹之中，雾气已经完全散去，岩壁一层层露了出来，反而让人有种被困住的感觉。这里像是一个天然的场地，把所有人都围在中间。风声不大，却没有人开口，因为此刻真正翻涌的是每个人心里的情绪。不语站在场中央，他能清楚感觉到四周投来的目光并不友善，那些目光里有疑惑，有不满，还有压了很久的不甘心。他没有低头，也没有刻意回看任何人，只是安静地站着。可正因为这份平静，反而让不少族人心里更不舒服。思叶站在他身旁，神情依旧冷静，只是他的心里却慢慢浮现出一个疑问：这些人的敌意来得太重了，不像只是因为他们是外人，也不像是因为先前在山外起过冲突，更像是他们无意间碰到了某个影龙族一直守着却不容任何人染指的东西。他凭什么能站在这里？终于有人忍不住开口，说话的是一名中年族人，声音不高，却带着多年守山累积下来的固执与压力。山卫石魔要护着他。这句话一出口，场中立刻安静下来，因为这不只是针对不语，而是在问：影龙族世世代代守护的东西，为石魔会落到一个外人身上？你们没有感觉到吗？另一名族人低声说道：他身上有山在护。这句话让不少人脸色微变，因为他们其实都察觉到了，不语从头到尾没有运功，也没有出手，更没有为自己辩解。可那些原本带着试探的气息，却怎么都靠近不了他。那不是他主动做了什么，而更像是山替他挡下了一切。这正是问题所在。先前的中年族人沉声说道：那不是普通的东西，是我们一族守了很多代的根本。
有人为他受伤，有人一辈子走不出这座山。他不该被带走，更不该交给一个来历不明的人。他没有说出那传承的名字，但在场的族人都明白，那不是一门简单的武学，而是一份用时间、血汗，甚至一生换来的传承。司业听到这里，终于有些明白了，这些人的敌意并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害怕失去。很快，又有人把目光转向司业，他的视线放一边。那人冷声说道：“那你呢？你也是外人，为什么能走完试炼，还能站在这里？你凭什么得到山的回应？”这个问题比质疑不语来的更重，因为他动摇的是隐龙族一直以来对试炼的理解。司业没有马上回答，他只是向前走了一步，没有挑衅，也没有示威，只是站稳。脚下的碎石在他站定的瞬间，竟然安静了下来，连司业自己都微微一愣。他并没有刻意运转内力，只是站在那里，却像是刚好站在了那个位置上。我不知道。司业终于开口：“山为石魔选我，我不知道。”这个回答让不少族人一怔，因为那不是辩解，也不是反驳，只是诚实。我只是照着他要我走的路走完，然后站在他要我站的位置。他没有提剑，也没有提力量，却让几名原本气势最盛的族人下意识移开了视线。司业心里也越来越清楚，这些人真正敌视的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什么都没做，却被山选中了。不语在这时往前走了一步，他站到司业身边，不是躲在他后面，而是与他并肩而立。他其实也没有完全想明白，只是隐隐觉得山选中的或许不是某一个人，而是能不能承受某些东西。这个想法他自己也不确定。你们不服的不只是我，而是山的选择。他开口说道，声音不大，却很清楚，而是山的选择。这句话一出口，场中顿时安静，因为他说中了所有人心里却不愿说出口的事。我们守的是传承。那名中年族人低声说道，语气里多了几分疲惫。不是某一个人。不语看着他，目光平静。我没有要你们交给我。他停了一下，继续说道，山要不要给我，那是山的事，你们要不要承认，那是你们的选择。没有人立刻反驳，因为这已经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隐龙族能不能接受山不再只选他们。在更高处的岩壁上，一名苍老的身影静静站着，族老始终没有说话。他的身形并不高大，甚至有些佝偻，可站在那里却像整座山的一部分。几名族中长老站在他身后不远处，同样沉默不语，目光却在场中来回移动。他们看的不只是那一男一女，而是整个隐龙族的未来。若真让他留下，一名年长的族中妇人低声说道，声音沙哑，那我们这一脉算什么？守了这么多年，最后却要交出去。旁边的灰发老者轻轻叹了口气，不是交出去，他低声说道，是山要动了。这句话一出，那名妇人沉默了，因为他心里其实也明白，如果不是山的意志，没有人能逼隐龙族让步。在人群的边缘，一名年轻族人悄悄后退了半步，他的穿着与其他族人并无不同，气息也收得很干净，几乎不引人注意。可在他低头的瞬间，眼底却闪过一丝冷意。他的目光在不语身上停留了一瞬，那不是好奇，也不是欣赏，而是确认。那样的目光曾经也落在过其他人身上，那些被追杀、被清理、被认定为不该出现在原本位置上的人。他很快移开视线，看向族老所在的高处，眼神里带着压抑已久的不甘。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外人，更不觉得自己是在背叛。在他心里，真正的背叛是把那套守了数代的东西交到族外之人手中。这样的想法在他们这一支里一直存在，只是过去山没有给他们开口的机会，而现在机会出现了。他没有说话，却在心里已经做出了决定，不是要阻止试炼，而是要让那些不该被选中的人
被更多人看见。司业忽然感觉到脚下传来一丝极轻的变化，不是气息，而是山石本身，像是深处有什么东西正在慢慢翻动，没有声音，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重量。他忽然明白，这场对峙已经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事，而是山也在看。不语同样感觉到了，那不是压力，反而像是一种包袱，像是站在厚重的树荫下，就算没有遮挡，也知道风雨落不到自己身上。他的心反而慢慢静了下来。他忽然确定了一件事，不管这些人服不服，山并没有后悔。族老的目光终于落在了不语身上，那一刻，场中的声音仿佛都消失了。他的眼神不锐利，也不凌厉，却让人无法避开。他看了很久，久到有人开始不安地调整站姿，久到司业下意识绷紧了背脊。终于，族老缓缓合上双眼，像是在感受什么，又像是在与什么无形之物对话。片刻后，他再次睁开眼，依旧没有说话，只是转身朝着山腹更深处走去。这个动作让不少族人心头一震，因为这代表试炼还没有结束，而答案也不会这么快出现。第25章试炼启动。族老转身离去的背影很慢，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出声阻止，不是因为畏惧，而是一种早已刻进隐龙族血脉里的默契。族老一旦转身，便代表这件事已经从争辩走到了定规。山腹之中反而比先前更加安静，没有人追上去，也没有人立刻散开，所有人都在等那句不会解释却一定会落下的话。不语站在原地，他能感觉到那些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已经不只是敌意，更多的是衡量，像是在看一件被山挑出来却尚未确认价值的东西。他没有后退，也没有抬头去迎那些视线，只是站得很直，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这一切确实因他而起。若不是他踏进这座山，若不是那股气息在他体内苏醒，族中那些被时间压住的不满永远不会在今日浮上台面。他并不后悔，只是第一次如此明白地意识到自己已经站在一条不可能回头的路上。司业站在他身侧，没有说话，他能感觉到四周的气息在变，那不是杀意，而是一种被圈进规矩里的感觉。他很清楚，这场即将展开的试炼，真正被放在秤上的只有2个人，不语是源头，而他只是被山一并拉进来的人。其他人无论站得多近，都只是旁观者。传令！族老的声音终于自山腹深处传来，不高，却像是贴着山壁走了一圈，让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开启传承试炼。话音落下，整个山腹出现了一瞬极短的停滞。几名原本还想开口的族人，嘴唇动了动，终究没有发出声音。传承试炼，这场试炼用来决定谁有资格承接传承。族老没有解释，甚至没有多看众人一眼，只是抬了抬手。试炼分3：验心、验身、验山，简单3句，没有多余的说明。懂的人自然懂，不懂的再多解释也无用。但在众人尚未回过神来之前，族老的脚步却没有真正离去，他只是往山腹更深处走了几步，停在一处光影交错的岩壁旁，没有回头，却淡淡开口：“你过来。”声音不高，却清楚地落在不语耳中。场中一静，不少族人下意识抬头，却只看到族老背对众人。那一句话像是说给整个山腹听，可真正明白的人都知道，那只是在叫一个人。不语。他没有迟疑，在众多目光交织之下向前走了几步。司业下意识跟上一步，却被族老抬手止住，没有责备，只是轻描淡写的一个动作，司业便停下了。岩壁旁光线变得昏暗，外头的议论声像是被什么隔开，只剩下模糊的回音。族老这才缓缓转过身来，
他的目光第一次真正落在不语脸上，不再是衡量，而是一种近乎审视血脉的专注。你可知道为石魔是你？这句话他没有提高音量，像是在确认什么。不语微微一怔，随即摇头。他确实不知道，他只知道山选了他。族老没有因他的回答而意外，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因为共鸣。”2个字，却让不语的心口微微一震。传承是山的一部分。族老语气平稳，他回应的是与他同源、能产生共鸣的血脉。这些话他说得极慢，庞福每一个字都不是第一次说，只是第一次说给外人听。燕心，试问你，若你知道自己一旦承接便再无退路，是否仍愿意站着不动？燕深，试问你，你的身体能否承受那份重量而不被撕裂？燕山，族老停了一瞬，目光微垂，试问山要不要你？这句话落下，四周一片安静。不语没有立刻回应，他只是静静站着，感觉到体内那股气息似乎因这些话而微微震动，像是在回应。这些话，族老淡淡补了一句：“我不会对他们说，他们听不进去，也不必听。”不语终于抬起头，他看着族老，轻声问了一句：“若我承接了呢？”族老沉默了片刻，随后只回了一句：“那这座山便不再只是他们的山。”说完这句话，族老已经转身，庞福刚才的一切从未发生过，而不语站在原地，心跳平稳，却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这场传承试炼是山交到他面前的一次选择，接或不接，只在他一念之间。人群之中已经开始出现低声议论，燕心是那一关，他一个外人能撑得住？思夜那个人倒还好说，可他……嘘，你莫感觉到吗？山在他那边，有人不服，也有人沉默，更多的是神色复杂，因为他们都隐约意识到，这场试炼真正的对象，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不语，族中天骄。族老淡淡补了一句：“若有不服，可随行。”没有鼓励，也没有劝阻，只是给了一条路，能不能走，是他们自己的事。这一句话，反而让不少原本躁动的族人安静下来，因为他们听得出来，这不是邀请，而是容许。思夜微微偏头看了一眼不语，他的神情依旧平静，没有紧张，也没有逃避，像是早就知道这一步迟早要走。思夜忽然明白，族老为何只说到这里便停下，再多一句解释都是多余。真正能让族人服气的，从来不是话，而是结果。就在山腹逐渐恢复秩序时，人群边缘那名年轻族人已悄然后退，他的动作极轻，甚至没有惊动站在不远处的同族。他低着头，顺着阴影移动，心跳却比任何时候都稳，因为这一幕他其实并不陌生。很久以前也曾有人站在相似的位置，同样被山选中，同样引发族内动荡，而那些人最后都消失了，不是死在山里，而是被处理掉。离开山腹后，冷风迎面来，那名年轻族人站在一条偏僻山径上，停下脚步。他从怀中取出一枚灰白色的骨哨，指腹在上面停留了一瞬。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在他们那一支的认知里，这样的事情并非第一次发生。他们很清楚，自己从来不可能成为传承的承接者。正因如此，他们才更无法接受有人能够得到，而他们永远得不到。那不是嫉妒，而是一种长久积压下来的怨怼。凭什么？凭什么山选的不是他们，却是一个外来之人？若自己得不到，那这份传承便谁也不该得到，他不该被留下。他低声说，像是在对自己确认。下一刻，哨声响起，低沉短促，却足以穿过林海。山腹之中，
思叶忽然感觉脚下的山石轻轻一震，不是回应，更像是一种无声的提醒。他没有回头，只是把站姿调整得更加稳固。不语站在他身侧，呼吸平稳。他并不知道山外已经有人动身，只隐约感觉到这场传承试炼真正困难的部分还在后头。山依旧沉默，却已经把目光完全落在了他身上。第26章燕心。山依旧静默，风沿着岩壁缓慢流动，带着一股潮湿而古老的气息在山腹之中反复回旋。光影顺着石缝推移，明暗交错，像是在丈量时间的深浅。表面上一切与先前并无不同，可不语却无比清楚地感觉到，自他点头的那一刻起，整座山都已经悄然将目光落在他身上。那不是外界的变化，而是他自身被推到了最前方。他站在山腹中央，四周安静的过分，没有任何人出声，也没有任何力量显形。族人的低语、脚步、气息，仿佛被一层无形的隔膜慢慢推远，只剩下他一个人被留在这片空旷之中。这样的孤独并没有让他慌乱，反而让他感到一种奇异的熟悉，因为这样的时刻他早已经历过无数次。他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孤独是在很小的时候，那时他还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名字会被叫做不语，只记得大人们说话时总会在他靠近的瞬间压低声音，像是他本就不该听见任何事。他站在门后墙角阴影里，看着世界运转，却始终不在其中。他慢慢学会了不问，也学会了把情绪一层一层收进心底，因为他很快就明白，问了也不会有答案，反而可能招来不必要的目光。再后来，他被带着不断转移，破屋、柴房、客栈后院、荒谬角落，每到一处都有人反复叮嘱他2句话：不要记住路，不要和任何人说话。他一开始并不懂，只是照做。等他真正懂的时候，已经不再需要提醒。记得越少，活下来的机会越大。那些年，他的世界很小，小到只剩下脚下的一段路。他从不回头，不是因为他不害怕，而是因为他知道，一旦回头，脚步就会乱，呼吸就会急，而那样的破绽足以要人性命。夜里追逐的声音总是很轻，却始终在身后。他听得见，却从不确认。他只是往前走，一步一步把恐惧压进心底，把迟疑踩在脚下。山腹中的景象在他眼前悄然变换，熟悉的巷道、积水的地面、斑驳的墙面，一幕幕从记忆深处浮现。那条没有出口的小路，他走过太多次，尽头永远是一扇关着的门。他明知道那后面什么都没有，却还是会走到那里，因为不停下来反而让人觉得安心。画面再转，破庙，雪夜，冷风穿过残破的窗棂，烛火摇曳不定。他站在阴影里，看见了那个沉默寡言的男人思夜。那时的他话很少，神情冷静，像一把已经习惯黑暗的刀。可偏偏他没有离开。那不是一场英雄式的拯救，也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种安静而坚定的选择。他留下来了。那一刻，他心口微微收紧，不是依赖，而是一种他从未真正体会过的感受。原来有人可以不问原因就选择承担后果。记忆继续向前推进，凤城的街道，人群的喧哗，破空而来的剑士，血色在视线边缘闪过，混乱与杀意交织。思夜站在他前方，背影在风雪与刀光之中显得异常清晰。他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会把旁人卷进怎样的风险里。那一刻，他不是没有想过离开，只要走得够快，只要消失得够彻底，就能不连累任何人。可他没有动，因为他突然明白，有些承担，一旦有人替你接住，你便再也无法假装看不见。就在此时，一个声音在山腹深处响起：你若现在转身，试炼便会结束。那声音平稳而冷静，不带情绪，也不带威胁。它不属于族老，也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只是在陈述一个结果，将选择摊开在他面前。不语站在原地，久久未动。他很清楚，这不是在问他要不要活下去，而是在问他是否愿意继续承担。
那些被藏起来的日子，那些无法回头的夜晚，那些只能独自撑过去的时刻，一一在他心中浮现。过去的他从来没有选择，他只能被推着往前走。而现在他有了选择，他没有开口，只是向前走了一步。那一步踏出的瞬间，心口那股温热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不是翻涌，也不是爆发，而是一种稳定而绵长的流动，仿佛有什么正在他体内一层一层铺展开来，安静而持续，与他的呼吸、心跳逐渐合拍。他说不清那是什么，只知道他没有伤害他，反而让他站得更稳。几乎在同一时间，思夜也陷入了属于自己的沉静。他站在不语不远处，身形未动，一时却被一股厚重的感觉牵引着，慢慢沉入内里。幼年的记忆浮现，底层街巷的寒风，无数次仓皇的逃亡，夜里惊醒时的冷汗。再往后，是那个被他视为父亲的老者，那人教他握剑，教他站稳，教他在黑夜里活下去，从来不说大道理，只反复告诉他一件事：脚下要稳，心里才不会乱。多年以来，思夜一直在前行，在对抗，在黑暗里用速度与锋利换取生存。他很少真正停下来去感受脚下的重量。此刻，山的气息悄然附上他的感知，那不是压迫，也不是试探，而是一种沉稳而宽厚的存在。思夜忽然明白，所谓山势，从来不是向外镇压的威势，而是一种向内承托的力量。那股厚重的意念，一点一点融入他对我的理解之中，不是让剑更快，而是让剑更稳。在更外围，10余名随行的族中天骄也各自察觉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有人盘膝而坐，只觉气血运转顺畅，体魄比以往凝实了几分，却始终无法再进一步。有人心神浮动，在山势的牵引下看见了自身的缺口，却很快被弹了出来。也有人只是隐约感到压力，连静下心来的资格都没有。差距在这片沉默之中被无声地拉开。山没有给他们太多，也没有完全拒绝，只是清楚地告诉他们，这里不是他们的位置。山石深处传来一声极轻的回应，像是一道低低的呼吸。试炼仍在进行，而不语已经稳稳地立在其中。第27章验身。山没有开口，却开始动了。那不是地动山摇的剧烈变化，也不是肉眼可见的异象，而是一种极其细微却无所不在的转换。空气在不知不觉间变得沉重，每一次吐纳都像是多了一层无形的阻力，并不急迫，却持续不断，仿佛整座山正缓缓向内收紧，将自身的重量一点一点释放出来。不语是第一个察觉到异样的人，那并不是疼痛，而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压迫感。他只觉得四周的空气似乎在逼近，贴着肌肤，顺着毛孔渗入，又沿着经脉缓慢推进，一寸一寸地向体内蔓延。那股力量并不狂暴，甚至称得上温和，却带着不容忽视的重量，让他每一次呼吸都变得格外清晰。他下意识想要调整站姿，却发现脚步才刚挪动，重心便立刻出现细微的晃动。那种感觉就像脚下的地面忽然变得更深更厚，不再是踩在地上，而是站在一整座向上托举的山体之中，逼得人不得不重新学会如何站立。不语没有退，他只是慢慢放缓了呼吸。他想起思夜曾对他说过的一句话，走得再快也要站得稳。那时他并未真正明白，只觉得那是他多年行走江湖养成的习惯。可在此刻，那句话忽然变得清晰起来。他没有试图对抗那股压力，也没有刻意迎合，他只是让呼吸一点一点沉下来，让体内那股温热的气息顺着本能流转。压力依旧存在，却不再逼得他喘不过气，反而像是在静静衡量他的身体究竟能承载多少。随着时间推移，他的身体开始微微发热，那不是疲惫，也不是剧烈运转后的燥热，更像是一种从内而外的变化。经脉深处传来隐隐作痛的感觉，庞幅被撑开，又庞幅被重新梳理校正。那种感觉并不舒适，却也不带恶意，像是一双看不见的手正在调整他体内长久以来未曾真正运作过的部分。不语的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他没有出声，也没有倒下，因为他逐渐明白，这一关并不是要他撑过去，
而是要他让身体学会承接这种重量。这股力量虽然陌生，却并未排斥他，反而在反复试探之中，一点一点地与他的身体达成平衡。那更像是一种近乎洗涤的过程，不是剧烈的破坏，而是缓慢的重塑。在这个过程中，他隐约察觉到有什么极细微的存在，正随着那股温热的气息一同进入体内。那并非外来的侵入，更像是一段原本就存在，只是被唤醒的部分，安静地贴合在他的经脉与血肉之间，没有留下任何突兀的痕迹。而在不远处，思夜的感受却与他截然不同。落在他身上的并不是向内渗透的压力，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重量，直接压在肩背与脊骨之上。那重量并未让他弯腰，却让他全身的筋骨与肌肉在瞬间变得无比清晰。他站在那里，庞福被整座山注视着，检视他的站姿、呼吸，以及力量是否真正落在地面。这样的感觉让他想起许多年前的一段时光。那时他还年少，师傅曾让他背着沉石，在崎岖的山路上一遍又一遍的行走。那并不是什么高深的修行，只是单纯的走，走得慢，走得稳，走到双腿发颤，呼吸紊乱未止。当时的他只觉得辛苦，甚至不解为何一定要这样折磨自己。直到此刻，那段记忆与当下的感受重叠，他才终于明白，那不是在修行体力，而是在教他如何让力量真正融入自身，而不是流于表面。思夜微微调整站姿，让双脚与地面贴合得更紧，让呼吸自然下沉。那股来自山腹的沉重气息顺着他的感知流入体内，与他原本运转的内力一次次碰撞。每一次冲撞虽没有带来剧痛，却让他对武的理解变得更加清晰。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过去对剑的认知始终存在一层朦胧的隔阂。剑很快，也很利，可总有哪里不够稳，不够神。直到此刻，那层隔阂才逐渐消散，不是因为力量变强，而是因为力量终于找到了落脚之处。在更外围，10余名随行的族中天骄也迎来了属于各自的考验。有人在压力出临时便皱起眉头，体内气息紊乱，尚未来得及调整，便被迫退后数步，只能狼狈站定。有人咬牙硬撑，强行运转功法，却发现力量在体内四散流失，无法真正承载，只能勉强维持站姿。也有人在短暂的适应后，气息逐渐平稳，体魄隐隐凝实，却始终止步于某个看不见的界限之前。同样的重量落在不同人身上，结果却截然不同。差距在这一关被进一步拉开，有人从中看清了自身的不足，也有人只感受到挫败与不甘。山没有为此给出任何评语，他只是静静地施加重量，让每一个人用身体来回答。不语的呼吸逐渐变得平稳，他能清楚感觉到那股压力依旧存在，却不再撕扯他的身体。那份重量之中似乎多了一层说不清的秩序，正悄然融入他的呼吸与脉动之内。相反，他的筋骨与经脉像是在反复调整之后，逐渐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点。那种感觉让他隐约意识到，若是此刻退后，他或许能保全原本的自己，可若是继续向前，他的身体或将得到升华。他没有再多想，因为他早就明白，安稳从来都不是他的人生选项。山腹深处传来一声低沉而悠长的回响，那声音既不像肯定，也不像否定，更像是一种冷静而持久的确认。考验仍在继续。第28章，燕山。山终于有了回应，没有声音，也没有剧烈的震动，只是整个山腹在那一瞬间，庞福往下沉了一寸。那不是落在身上的重量，而是一种直接压在心口的存在感。不语只觉得胸口一闷，呼吸下意识变浅，连指尖都微微发麻。明明什么都没发生，可身体却先一步做出了反应。四周的族中天骄同样如此，有人喉结滚动，有人下意识挺直背脊，有人甚至忍不住吞了口唾沫。那感觉就像被什么居高临下的注视着，只要稍有松懈，便会被一眼看穿。一种源自本能的敬畏油然而生。不语第一时间察觉到体内的变化，那不是力量忽然变强，而是一种被审视的感觉。庞福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正沿着他的经脉、骨骼、血肉
一寸一寸的扫过，不急不躁，却冷静的令人无法回避。他下意识想调整呼吸，却发现呼吸节奏早已不由自己掌控。原本温和流转的气息忽然变得沉重而严整，那股力量不再只是顺着经脉前行，而是与整座山的节奏产生共鸣。那共鸣一次次落下，如同厚重的山石敲击在体内。第一下他还能忍，第二下他的背脊已经渗出冷汗，第三下骨骼深处传来低沉的闷痛，他的指尖不受控制地颤抖了一下。从小到大的遭遇让他承受能力比旁人更多了几分，可即便如此，他仍然在那一瞬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其实早已到了极限，只是这极限并不是身体先撑不住，而是心底某个最脆弱的地方正在被一点一点逼出来。这是山已经做出的决定。周围的景象没有改变，石壁依旧苍老，岩纹清晰，藤蔓在气流中轻轻晃动。可在不语的感知里，这座山却仿佛真正醒了过来。它没有情绪，也没有语言，只有重量。下一刻，那重量毫不留情地落了下来，剧痛来得比他想象中更快。那股带着冷酷与残暴意味的力量，顺着经脉一路强行推进，灌入他的四肢百骸。他清楚地感觉到，隐藏在体内的某些力量被硬生生拖拽了出来。经脉像是被撑开，一种几乎要被拉断的胀痛感让他的呼吸变得急促，冷汗沿着额角滑落，衣襟很快被浸湿。可偏偏在这样的痛楚之下，他的意识却被牢牢固定在清醒状态，连昏厥的机会都没有。这是一场毫不留情的筛选。山并不在乎他过去吃过多少苦，也不在乎他愿不愿意承担，他只在乎一件事，他此刻能不能站住。最先承受冲击的是他的心神，那股重量不止压在身体上，也直接碾向意识深处。过往的记忆、恐惧、迟疑一股脑地涌上来，又在下一瞬被强行压缩。不语只觉得脑中一阵嗡鸣，视线微微发白，可他没有退，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一旦退让，自己便会被直接抛下。他咬紧牙关，指甲深深陷入掌心，血腥味在口中蔓延，却依旧保持站立。那并非逞强，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选择，倒下就什么都没有了。那一刻，他感觉自己像是被硬生生推到高处，而且是被逼上去的。他第一次如此清楚地明白，所谓高度从来不是向上仰望得来的，而是被重量压到无处可退时才被迫站到那里。这样的变化，旁人同样能察觉。有族人忍不住移开目光，不敢直视；也有人心跳加速，胸口发闷，仿佛只要再多看一眼，就会承受不住那股无形的压力。接着改变的是不语对空间的感知，他没有动，可他却清楚地知道，自己只要稍微偏移一步，周围的平衡便会随之崩塌。脚下哪一寸土地最稳，哪一个位置最适合承载重量，他心中一清二楚。在旁人眼中，他的身影出现了一瞬诡异的错觉，明明站在原地，却仿佛忽然变得遥远。恍惚间，仿佛看到他脚下有朵朵金莲浮现。有人忍不住眨眼，再看时，他依旧站在那里，却让人分不清距离，虚无缥缈般，仿佛与尘世之间隔了一层无形的距离。最后承受重量的是他的气息，那已不再是单纯的运转，而是正面碰撞。属于他自身的力量在山势的挤压下节节后退，转换为另一种更为严整、更为冷静的契机。每一次融合都伴随着清晰的消耗，他甚至能感觉到体内某些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正在被磨平、被重塑，变成另一种他尚且无法理解的存在。他的双腿微微发软，却始终没有跪下。这一幕让几名族中长老脸色悄然一变。就在这时，不语胸前忽然传来一阵微弱却清晰的灼热感，那感觉并不突兀，却让他在剧痛与重压之中仍下意识低了低头。贴身佩戴的那枚玉佩此刻正紧紧贴着他的胸口，原本温润却暗淡的玉色，不知何时起竟在边缘浮现出极细微的光泽。那光泽并不耀眼，却在山腹昏暗的环境中显得格外清晰，像是沉睡许久的事物终于再次被唤醒。
灼热感顺着玉佩传入体内，与山势的力量产生了奇异的呼应。那不是外来的力量，更像是一把钥匙被放回了原本就属于它的位置。不语能清楚感觉到，玉佩中似乎有什么正在一点一点苏醒，不是冲破束缚的爆发，而是一种恢复原貌的过程。暗淡被层层剥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内敛却尊贵的光华。那一瞬间，围观的几名族中长老神色骤变，他们不是看见了光，而是感觉到了一种久违的压迫感。庞府某众本该只存在于传说中的位格，正在这座山腹之中重新归位。另一侧，司业同样承受着压力，他没有被山直接选中，却清楚地感觉到脚下的土地正在改变。那份重量虽并未直接压向他，却也让他不得不重新站稳。他体内的力量不再只是流转，而是被一点一点压向深处，筋骨发出细微的震颤，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承受无形的负荷。司业眉头微皱，额角同样渗出一层细密的汗水，那是一种比疼痛更难忍受的无形压力。过去依赖速度与爆发的部分，在这股山势之下显得过于轻浮，被一寸寸压实。他很清楚，自己若适应了，将迎来质的变化；若适应不了，便会被永远留在原地。那份清醒的认知，让他不敢有丝毫分心。至于外围的族中天骄，反应各不相同，有人脸色发白，呼吸急促，勉强撑住，却不敢再前进；也有人体内气血翻涌，险些失控，只能仓皇后退。他们看得见这座山，却第一次如此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进不去，这是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弥补的差距。这份差距第一次以如此残酷而清晰的方式摊在他们面前。不语的呼吸终于慢慢稳定下来，可他很清楚，这并不是结束。山的力量仍在反复确认、调整，像是在一点一点地将什么嵌入他的体内。疼痛没有消失，只是他已经学会在重量之下站住。山腹深处再次传来低沉而悠长的回响，像是一笔被刻下的记录。燕山仍在进行，而他已经无法再被忽视。第29章最终传承。山的回响并未因为不语站稳而停止，相反，那低沉而悠长的震动在他呼吸逐渐平复之后，反而变得更加清晰。庞府整座山终于确认了承载之人不再收敛自身的意志，而是开始真正的回应。山腹深处，气流忽然逆转，原本沉重如石质的压力，在这一刻不再只是压迫，而是化作一股狂暴而霸道的牵引力，将四散于山腹各处的气息尽数拉回。庞府百川归海，全部汇聚到不语所在的位置。他只觉头顶一暗，不是天色变化，而是一种位格上的遮蔽，像是整座山忽然俯下身来，将它完整的笼罩其中。下一瞬，雷光乍现，紫色的雷霆毫无征兆地自山腹上方垂落，粗如而毕，却诡异的没有发出半点雷鸣之声。那雷光并非来自天穹，而像是从山体最深处孕育而出，带着一种古老、威严、近乎不可抗拒的气息，笔直劈向不语。第一道雷光落下时，他甚至来不及发出声音，剧痛在瞬间吞没了所有感知。雷光击中肩头，衣衫化为飞灰，皮肉翻卷，血色乍现。那不是单纯的灼烧，而是一种被撕裂、被打碎，又在瞬息间被强行固定的痛楚。庞府整个身体被当作气胚投入雷火之中，反复锤炼。不语闷哼一声，双腿一软，身形几乎失去支撑。就在他即将跪倒的瞬间，一股更为沉重的力量自脚下升起，强行拖住他的身体。他不能倒，不是因为意志够坚，而是因为山不允许。第二道雷光紧随而至，这一次雷霆不再只落于血肉表层，他清楚地感觉到雷光顺着经脉奔行而下，毫不留情地凿入骨骼深处，骨节发出细碎而刺耳的声响。庞府每一寸都在被重新敲正排列，剧烈的颤抖自他的脊背一路蔓延至四肢，冷汗混着血水沿着下颚滴落，砸在地面。视线一片模糊，耳边只剩下自己急促而破碎的呼吸声。痛比燕山时更深，也更纯粹。
可就在这几乎要将他一时撕碎的痛楚之中，他却隐约察觉到一种令人心惊的稳定感。不是因为痛减轻了，而是他的身体在被彻底破坏之后，正被一种更高层次的秩序迅速重组。第3道雷光落下时，旁观的族人终于无法保持镇定。雷霆之中，紫色愈发深沉，其内隐隐浮现出极淡的金芒。雷光尚未真正落下，那股威压便已先一步扩散开来。几名修为稍弱的天骄脸色骤变，只觉胸口如遭重击，气血逆涌，下意识连退数步，甚至连站立都变得困难。有人低声惊呼，有人满脸骇然。他们终于意识到，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传承考验，这是位格的确立。雷光之中，不语的身影显得渺小而单薄，可他没有被吞没。紫雷落在他身上，却彷佛被某种无形的引导所牵引，沿着他的身形与经脉流转，而非将他直接击溃。每一次落雷都在他身上留下清晰可见的伤痕，却也在下一瞬将那些伤口重新抹平，皮开肉绽，又迅速愈合。这不是恩赐，而是一场毫无怜悯的铸造。不语的一时在雷霆与痛楚之中浮沉，时间失去了意义，他只知道雷光一次又一次落下，而自己每一次仍旧站在原地。他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不只是变得强韧，而是一种更深层、更稳固的存在感，庞父这具身体天生就该承载比旁人更多的重量，那是一种站在高处也不会被风压垮的稳定。他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可就在雷光一次次落下，身体一次次被打碎又重组的过程中，一些原本不属于他理解范围的东西正悄然在他心底生根。他彷佛看见了一条漫长的道路，那道路并不铺满鲜花，而是由无数选择与牺牲交织而成。有人在道路两旁扶手，有人仰望，有人憎恨，也有人寄望。那些情绪并未化为声音，却如同实质般压在他的心头。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所谓站在高处并非俯视众生，而是必须承受众生投来的一切目光。那一刻他没有退避，不是因为无畏，而是因为他已经明白，这份重量若他不接，便会落在更不堪承受之人身上。只知道自己已经无法退后。就在最后一道雷光消散的瞬间，山腹深处忽然传来一声清脆低沉的碎裂声，那声音不大，却彷佛直接敲在所有人的心头。下一刻，地面缓缓隆起，一道裂缝自不于脚前向外延伸，岩石翻动，碎屑四散，紫色的光自裂缝之中渗出，由细微如丝迅速转为夺目。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一柄长剑缓缓破土而出，剑身修长，通体紫电流转，其上雷纹若隐若现，却不显张扬，反而透着一股沉稳、尊贵、不可侵犯的气息。当剑尖完全离开地面的那一刻，整座山彷佛静止了一瞬，随之而来的是如潮水般扩散的威压。不少族人心头狂跳，下意识低下了头，有人额角渗出冷汗，却连抬手失去的勇气都没有。有人眼神复杂，既有震撼，也有难以掩饰的失落，更有人在那股无形威压之下，第一次生出一种清晰的认知，自己此生恐怕永远无法触及那个层次。那并非恐惧，而是一种源自血脉深处的本能反应。臣服。紫电飞黄剑静静立在不语面前，他尚未伸手，可见已然认主。剑身轻轻一震，一道淡紫色的电光自剑柄延伸而出，清除他的掌心。那一瞬间，不语的脑海骤然一空，没有招式，没有口诀，涌入的只是一种沉重而清晰的感觉，彷佛有无数目光跨越岁月与时空，静静落在他身上。那不是命令，而是在那一瞬间，他清楚地感觉到某种与自身血脉、意志紧密相连的存在正一点一点与他重合，不是强行灌入，而是彼此确认后的融合。他的呼吸逐渐平复，心神却前所未有的清明。雷霆的余韵在体内流转，没有再带来撕裂般的痛楚，反而像是在替他一寸寸校准自身的位置。他终于明白，自己并不是被推上这个位置，而是被这个位置
等待已久，而是一份被正式交付的责任与重量。远处，思夜望着这一幕，心神震荡。他能清楚地感觉到，山势在此刻完成了最后的闭合，外放的威压迅速收敛，整座山重新归于沉寂，却比先前更加厚重，更加不可撼动。而他体内那份早已被反复压实的力量，也随之沉入更深层次。他明白，自己距离下一个境界，只剩下最后一道门槛。雷光彻底散去，不语站在原地，衣衫破碎，血痕未前，可他的背脊笔直，目光沉静。族人望向他的眼神已经悄然改变，敬畏、震撼、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在山腹之中无声蔓延。直到这一刻，许多族人才真正意识到，他们所见证的并非一场试炼的结果，而是一个时代的交替，最终传承，至此完成。而这个世界也在无声之中迎来了新的承接者。第30章，传承之后，雷光散尽，山腹重归沉寂。沉寂的不只是声音，原本盘踞于山腹深处，如同活物般缓慢流转的山势，在这一刻仿佛被抽走了最核心的一缕，并非消失，而是收敛、封存，如同完成了一次漫长而耗尽的呼吸。那种静，并非寻常的安静，而像是一切重量都已落定之后留下的空白。庞福山本身也在确认，该给的已经给完，该成的也已经有人接住。不语站了片刻，才发现自己的呼吸变得极为困难。他能清楚感觉到，这座山对他的回应正在淡去，那不是排斥，而是一种极为明确的切割。山已完成了他该完成的事，接下来的路将不再由他承托。不是喘不过气，而是每一次吸气都牵动着体内尚未平复的震荡。方才在雷霆之中被反复撕裂又重组的经脉，此刻仍在隐隐作痛，像是刚被锻打成型的器物，还未完全冷却。他想迈步，却发现脚下微微一晃，下一瞬，整个人已经被一只手稳稳扶住。思也没有说话，只是站在他身侧，让他将重量慢慢靠过来。他能清楚感觉到，不语此刻的状态并非虚弱，而是承载过度后的空虚感，力量还在，却一时无法调动。他低低吸了口气，额角的冷汗顺着鬓角滑落，却没有出声。那不是逞强，而是一种尚未学会如何示弱的沉默。他低垂的右手掌心仍残留着一点刺麻，那并非伤口，而像是雷霆掠过之后留下的余电，细细密密沿着指节向上爬。他下意识想握紧，却发现掌心处有一抹温热，正缓慢而稳定地跳动。那是剑，更准确地说，是剑留下来的本。方才雷光散去后，那柄自山中破土而出的紫电长剑并未像寻常兵器般停在原地，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轻轻一震，剑身的紫电由外而内收束，像被看不见的手一寸寸碾回剑骨。随即，整柄剑化作一道极细的紫芒，无声无息地没入不语的掌心。没有爆响，没有耀目的光，只有一瞬间更深的静。不语当时只觉掌心一凉，像握住了一段雷的脉搏。下一刻，那段脉搏便沿着手臂一路沉入胸口深处，与他的呼吸、血流、心跳一同落位。直到现在，他才真正感觉到，那东西并没有消失，而是藏在他的体内，像一柄看不见的剑，立在他最深处的某个位置。那份存在感极其清晰，清晰的让他发寒，也让他更难呼吸。因为那不只是力量，还有规矩。他每一次吸气都像是在向那份规矩交代，每一次呼气都像是在被那份规矩校准。族人并未立刻散去，山腹之中气氛微妙地凝滞着。方才的震撼尚未完全消退，可随之而来的却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失衡感。有人低声议论，有人沉默不语，也有人将目光投向族老所在的方向，像是在等待一个说法。毕竟方才那一幕太过清楚，那柄剑破土而出时，山腹中的空气像被一刀切开，而他没入不语掌心时，又像被谁悄悄缝合。有人亲眼看见紫芒钻入他的手，却不敢相信；有人以为自己眼花，直到此刻仍死死盯着他的右手。剑呢？
一声压得极低的呢喃在人群中飘过，旋即被更多的窃语覆盖。好奇、渴望、嫉妒，甚至一丝难以掩饰的贪意，在静默里慢慢发酵。有2名年轻天骄忍不住往前半步，脚尖刚踏出，胸口便像被重锤砸中，脸色骤白，急忙收回。他们这才明白，剑不在地上，剑在他身上，而那份位格足以让人连靠近都变成奢望。在人群最外侧，一名年轻族人静静站着，他没有前行，也没有退后，只是站在那里，像是恰好与退去的山势保持在同一个呼吸节奏。当最后一缕压力散去时，他微不可察地皱了皱眉，随即又放松下来，仿佛有什么在体内被轻轻触碰，却转瞬即逝。那感觉太淡，淡到连他自己都无法确定是否真实。他只是下意识地伸手按了按胸口，片刻后神色重新归于平静。没有人注意到他，包括他自己，也很快将那一瞬间的异样归结为错觉。山选择了他，可他并非隐龙族人。族老终于开口，他没有立刻对众人说话，而是先走到不语与思叶面前站定。他的声音不高，却在山腹之中清晰传开。传承已定。他先是对众人说，随后目光落在不语身上，语气比方才低缓了几分。你能站到最后，靠的不是山。短短4字，没有多余解释，可正因如此，反而让不少人心头一沉。有人张了张口，似乎想说什么，却在对上族老平静目光的瞬间，又将话咽了回去。族老的视线在不语身上停留了一瞬，像是在确认什么。山只是验证，真正让传承完成的是你自己。他所承接的不属于隐龙族。族老这一次是对思叶说的，你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句话落下，山腹之中顿时泛起更深一层的波动。不属于隐龙族，那意味着什么？在场的人都明白。思叶察觉到不语的指尖轻轻收紧，他点了点头，明白。他没有回头，却已经听懂了这句话背后的含义。那不是驱逐，也不是否认，而是一种更为冷静也更为现实的判断。他带走了属于他的东西，而这里并不会再为此提供庇护。族老沉默了片刻，才再次开口，隐龙族守山不守人，你们拿走了属于你们的东西，这里便不能再成为你们的屏障。他最后说道，山不留人。这一次不再只是宣告，更像是一种提醒。这句话像是为所有未出口的质疑画下了句点。就在此时，远在隐龙山外的某处，一枚原本静置多年的符印忽然轻轻震动了一下，震动极轻，却带着明确的方向。有人低头看了一眼，目光微凝，动了。短短2字，随即被风声吞没。不语被思叶扶着，缓缓转身。他没有回头去看那座山，因为他很清楚，有些东西已经留在了那里，而有些东西才正要开始。山腹深处，气息彻底平复，可山外的世界却在无声之中开始了新的震荡。离开山腹之前，族老又看了不语一眼，那一眼很淡，像是隔着漫长岁月看一个早该出现，却直到今日才回到正位的人。记住，他对不语说，声音不高，却清清楚楚落在他耳里，你体内那柄剑不是让你去杀人的。不语抬起眼，族老没有解释太多，只补了一句，他会先挑你。他怔了怔，掌心那一点刺麻忽然跳了一下，像是回应。那一下轻得几乎像错觉，却让他脊背一瞬间发寒。思叶站在他身侧，没有问，他只是将他扶得更稳一些，像在告诉他，不管那柄剑怎么挑，他都不会一个人去扛。族老转身对众人道，散。人群慢慢退开，山势不再为他们让路，山腹的石壁与阴影重新合拢，像是把一段秘密收回深处。出了山口，风更冷，不语一踏到外头的土，膝盖便软了软，几乎站不住。他以为自己只是虚脱，直到胸口深处那柄看不见的剑再次轻轻一震，才明白那不是疲惫，那是后遗症。他的呼吸、心跳、血流都像被重新改写过节奏。
每一次呼吸稍乱，体内便有一丝紫意自深处泛起，将他整个人又拉回那个必须端正的位置。他终于明白族老那句他会先挑你是什么意思，不是挑敌人，是先挑他。司夜抬眼看向山后，那里云雾沉沉，看不出任何异样，可他握着不于手腕的那只手却感到一阵极细微的震动，像是某种看不见的线已经从遥远之处牵了过来。他没有说，只在心里把路重新排了一遍，哪里不能走，哪里要绕，哪里得在天黑前落脚。夜里的事他接，白天的话他不说。远处那枚符印第二次轻轻一跳，比第一次更急。风里传来一声极低的笑。找到了，第一卷完，而真正的追逐才刚开始。